世界第一空军是美国空军，第二空军就是美国海军，第三是美国国民警卫队。世界空军排名中一直都有这个说法。在火力军看来，现在第三可能要挪一挪位置，国民警卫队要排到第四，但是前两名是不会变的。美国海军打其他国家的空军，那就是小菜一碟，随便打。无论是小规模的冲突还是大规模的团战，都是稳占上风。F-35C 往那儿一站，看谁都是垃圾。问题这不就来了，一个海军凭什么能在世界空军排到第二？难道就单靠一个隐身舰载机？准确点来说，排名第二的应该是美国海军里的航空兵，也就是驾驶舰载机的那群人。至于战力的强弱，火力军觉得美国的总统们应该深有感触。毕竟每到危急时刻，美国总统们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：我们的航母在哪里？各位也知道，航母本身的战斗力基本为零，负责打架的都是航母上的舰载机，也就是海军航空兵。美国总统这算是为他们背书了。所以这期视频，火力军就来聊聊美国的海军航空兵到底强在哪儿，之后能不能一直保持第二，甚至成为第一。海军航空兵是在海军的一个重要兵种，能不能夺取海上的制空权，就看海军航空兵的实力强不强。按照起降基地不同，可以分为岸基航空兵和舰载航空兵。美国的海军航空兵大部分战机都是以航母为基地，跟随航母作战。现役人员约10万人，其配备的战机数量差不多4000架，体系完善，数量庞大。这8个字也是美国海军航空兵强的原因。美国海军航空兵用的战机都是香嬷嬷，数量多，体系完整，隐身战斗机、预警机以及特种作战飞机一个不少。关于美国海军航空兵的具体实力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跟随美国航母出战的航空兵。航母出去的时候都会叫上自己的飞行联队。一般情况下，舰载机航空联队都是由9个中队组成，其中2个战斗攻击中队，1个反潜直升机中队，1个战术电子战中队，1个反潜机中队，1个空中预警机中队和2个战斗机中队。有的舰载机航空联队还有加油机中队等，主要任务就是协助航空母舰大队出海执行各种战斗任务。等到任务完成，航母舰队返航到岸上休整后，各中队再返回到原来的舰制联队。海军航空兵配备的机型也十分的先进，首先就是带有预警功能的飞机，也就是12C。从航母起飞后长时间滞空，大约可以达到5-6个小时，并且搭载了相控阵的雷达，也就是它背上的大蘑菇。特点就是探测距离非常远，并且可以捕捉非常多的目标。预警机内置预警雷达、情报处理、通信导航等电子设备，可以综合进行目标信息分析、敌我识别。不仅是用于搜索、监视空中或者海上目标，还可以指挥己方战机执行作战任务。如果把战机编队比作人体来看，那么预警机那就是大脑。美国的预警机水平各位应该都清楚，除了美国采用固定翼舰载预警机之外，其他国家大多采用舰载预警直升机。预警机起飞之后就要进行电子干扰、电子对抗了，也就是 EA-18G 咆哮者这样的电子战飞机。它挂架下面挂的不是炸弹，也不是导弹，而是电子干扰的设备。平时的时候就是搜集你这些雷达的波段，你通信设施的频段，等到战时它就发射相应的干扰波来干扰你的雷达工作，使对方的通信成为聋子、瞎子。再有就是要拳头硬，也就是大黄蜂和超级大黄蜂。这2种作战飞机是美国海军规模最大的战机，都是专门为美国海军设计的，可以执行对海的打击、对陆的打击以及空中格斗。AIM-9L 响尾蛇空空格斗弹、AIM-120 空空导弹、AGM-84 反舰导弹、AGM-65 空地导弹和 AGM-88A 导弹，基本上只要美军能叫得上名字的武器 F-18 都能用。其次还有运输机灰狗、海鹰直升机，运输反潜。灰狗已经是服役很久的老装备了，只在2个中队服役，之后会被鱼鹰运输机替换，可搭载26名士兵进行伞降，运输货物时最大载重4.5吨，其升级版鱼鹰最大起飞大于灰狗，
能够折叠机翼，存放占地面积小，但价格昂贵，比 F-35C 要贵得多，差不多1亿美元。海鹰反潜直升机是航空母舰上最主要的反潜力量，能够执行多种作战任务。与此同等的还有骑士鹰多用途直升机、海龙级扫雷直升机。当然，重点还是 F-35C， 世界上唯一一种隐身舰载机。现在 F-35C 正式部署的有3个中队，分别是部署在卡尔文森号航母的147攻击战斗机中队，部署在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314攻击中队，部署在加利福尼亚州勒莫尔海军航空站的 VFA-125 中队。F-35C 型舰载机跟之前的 AB 型差别很大，增大了机翼面积和换装了 F-135 发动机，使用了更粗壮的起落架，以至于能够进行弹射起飞。内部弹舱有4个武器挂架，可以使用包括 AGM-154 联合防区外武器、AIM-120 中距空导弹、JDAM 卫星制导炸弹在内的多种武器弹药。除了那些经常跑出来露面的战斗机，美国海军航空兵还有特种飞机，比如能指挥发动核打击的 16B 水星空中战略指挥所、C-26A 电子侦察机、EP-3E 电子侦察机、P-3C 反潜巡逻机、P-8A 海神反潜巡逻机、KC-130T 空中加油机、反潜机探测核潜艇、电子侦察机探测别人通讯、空中加油机增大战斗机持续作战能力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P-8A 这样的反潜巡逻机，它可以在海上滞空8-9个小时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它可以通过屁股后面的探针，也就是磁翼探测仪，搜索海下埋伏的潜艇。因为潜艇是磁性金属制造的，只要你开出来，就会引起地磁场的异常。磁翼探测器就是靠探测地磁场的异常来判断水下是否有潜艇存在。只要磁翼探测仪与地磁场的距离在作用范围内，无论是静止还是移动的潜艇都能探测到。总的来说，美国海军航空兵的实力很强，战机先进，数量还多，已经成为了一个体系。在小规模空战中，甚至还能和美国空军掰掰手腕。只是为什么美国海军要发展那么强的空中力量？或者说，海军航空兵的任务是什么？其实，美国在21世纪海上力量的协作战略里面就已经说明了美国海军的任务：前沿部署、威慑、海上控制、力量投送、海上安全、人道主义救援。这6个任务基本上也是海军航空兵的。当然，重点还是海战时夺取战区制空权。在现代海战中，航空兵是可以决定胜负的。一艘军舰上空飞满了敌方战机，就算是防空性能再好，也扛不住。具体情况可以参考日本的大和号。美国海军航空兵的任务具体来说其实很多，比如在海上消灭敌水面舰艇，实施航空反潜，掩护海军兵力的战斗行动，参与沿海要地防空，保障海军基地和沿海重要目标，实施航空侦察，担任空中警戒、空中支援和空中运输，袭击敌方海军基地、港口等等。其中最主要大概可以分为3个：打击敌方基地、海上控制，以及从海上进行力量投送。就比如《壮志凌云》里的剧情走向，无论是第1部还是第2部，其主线任务都是打击敌方的基地，其行动模式也与影片中的类似。海上控制就更好理解了，保证美国海军的舰队能在海上自由行动。这个自由行动的前提就是打爆敌方舰队，顺带用反潜机弄死敌方潜艇。最重要的就是剩下这个从海进行力量投送，它算是21世纪美国海军发展的重点。就比如海湾战争与阿富汗战争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上的飞机也能够起降数千个架次。大黄蜂、超级大黄蜂、咆哮者等飞机每天都是起降多个架次，直接为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。一句话，只要是海战沾边的航空兵都跑不掉。也正是因为海军航空兵的任务重，美国才会一直投资，而且它不仅是现在强，之后会一直强。火力军的看法就是美国海军航空兵会一直保持世界空军前2。美国海军航空兵的发展可以从航母上看出一二。随着小鹰号常规动力航空母舰的退役，美国海军剩下11艘航空母舰，全部都是核动力。
其中10艘属于尼米兹级，1艘福特级。与尼米兹级相比，福特级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舰岛更小，位置更接近船尾，有利于飞行甲板的停站式布局，减少飞行2次飞行间的检修和装弹等周转时间，提高出击率。这个改变其实就是美国海军的现代空中作战理念，不追求以甲板载荷和 Alpha Strike 为中心的舰载机数量。现在支援近海作战时，航空母舰只要出动少量的飞机，便能够进行全天候巡逻。以前需要出动10几架飞机攻击一个目标，确保消灭目标。现在飞机安装了高性能的探测器、智能武器和情报感知系统，可以在一次出击中击毁多个目标。为了在反恐作战中，为了减少附带损害，美军开始大量使用小型武器，比如 AGM-65 小牛。安装 GPS 和激光制导的 JDAM 武器轻型化，意味着战机可以携带数量和种类更多的弹药，以满足前线空中控制员的各种需要。除此之外，预警机估计会变成 1、2D 这样的能够探测隐身目标的预警机。主战的作战飞机也会升级，根据美国海军的计划，到2030年，美国海军每个舰载机联队大约会部署58架喷气式飞机，其中一半是超级大黄蜂，一半是 F-35C。再有就是鱼鹰的偏转翼飞机，它可以垂直像直升机一样起飞，到空中之后把螺旋桨换一个角度90度，就可以往前飞了。至于那些特种作战飞机，估计还能再活几十年，毕竟光装备 F-35C 加上建造新航母和军舰都已经够花钱了，想要全面升级，就算是海军军费再多也不够用。总的来说，美国海军航空兵是世界第2空军这句话本身是没错的，之后能不能成为第1不好说，但是第2是肯定能保持的。美国海军现在的战术空海一体化，也就是水面有航空母舰编队或者2栖攻击舰编队与空中飞机支援配合的战术，海军航空兵的作用自然不言而喻。美国未来的作战方式估计就是多域作战，海军航空兵能和卫星组队，美国海军6代机的计划就是往这上面靠近的，性能也是超其他国家一大截。不管怎么说，只要美国航母的作战模式不变，空军的实力不会被其他国家赶上。美国海军航空兵的实力在世界空军中一直能排到第2，努力一下超过美国空军也不是梦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美国海军航空兵的实力可以超过美国空军吗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，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